欢迎来到小巫见大巫的好奇喵屋。在了解过发酵鱼以及发酵梅菜后，大家是否意犹未尽，感叹人类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呢？这期视频，小巫将会继续带大家深入了解臭美食的世界。首先，接着上期介绍到的菜卤，我们先来聊聊臭豆腐吧。臭豆腐分发酵和非发酵两种。平常吃的油炸臭豆腐其实是属于非发酵臭豆腐，制作时需要用到发酵过的臭卤。臭卤是臭豆腐臭味的来源，其实也就是上一期小巫已经介绍过的制作臭苋菜梗后剩下的菜卤。臭卤需要发酵的时间更长，一般都在1个月到1年不等。发酵时间越长，卤水的功效越强，也就是臭豆腐制作好的时间会越短。材料除了苋菜梗以外，芥菜、空心菜、冬瓜、地瓜叶等都可以使用。制成的臭豆腐味道也可能会略有不同，就像潮汕人每家卤水汁的味道都不同一样，每家都有自己的独门配方。如果想要制成的臭豆腐够臭，还要加入荤类食材，例如虾米、鱿鱼干、肥猪肉等和蔬菜一起自然发酵。原因呢，是因为荤类食材的蛋白质可以为臭卤内的微生物提供丰富的食材，让微生物数量变多，以及变得更鲜活。臭卤制成功后，便可以往这些绿兮兮、有点泡泡的卤水里放入豆腐。根据臭卤的发酵程度，一般浸泡几个小时到1天左右。浸泡过臭卤的臭豆腐颜色稍稍发青黑，相比于原来豆腐的口感更为酥嫩松软。原因是豆腐里多了许多小孔洞，是臭卤里微生物侵蚀豆腐导致的结果。制作过臭豆腐的臭卤还可以留起来反复使用。臭豆腐除了大家熟知的经典油炸吃法外，绍兴当地人也十分喜爱一道叫蒸双臭的料理，就是把臭苋菜梗放在臭豆腐上一起蒸，臭味相通，可真是臭的快乐加分双倍啊！另一种发酵臭豆腐其实是臭豆腐乳。臭豆腐乳的历史简单来说，就是清朝的时候，一个叫王致和的举人上京赴考，不幸落榜，又不够盘川回乡，于是就在京城做起了卖豆腐的小生意。夏日里的一天，豆腐卖上了许多，无奈又不舍得丢掉，于是他就按家乡里腌豆腐的做法，把豆腐切小块，加入盐和花椒，放入坛子里。过了许久，想起来的时候，打开坛子，发现豆腐已经绿了，当然还臭味扑鼻。大概是出于对生活的无奈，王致和试了一口，结果竟然发现这个豆腐味道清奇有奇香，似乎还想来第二口。于是后来王致和便把每天卖剩的豆腐都留起来做臭豆腐乳，试过的街坊都赞不绝口。慢慢的，臭豆腐乳的名声还传到了宫廷，惊动了慈禧太后。后来太后把它列为御膳小菜，还赐了名为清芳。再后来，就是现在大家可以在商店买到的一罐罐的王致和臭豆腐乳啦。当然，现代技术的生产要比历史故事听起来科学许多。腐乳是在无菌条件下，把优良毛霉菌直接种在豆腐上，放在笼屉中，保持温度和湿度，发酵数日，让豆腐表面长满菌丝。完成这个步骤，第一种产品毛豆腐就诞生了。毛豆腐是中国徽州的传统小吃，食用时可以将豆腐两面煎黄，再做红烧，味道也是相当好，是一款具有丰富蛋白质的小吃。接下来，把毛豆腐整齐摆入瓶中，逐层加盐腌制，最后根据口味调配卤汤。对腐乳进行调味，腐乳家族除了清芳腐乳，还有添加了红曲的南乳和口味多样的白腐乳。清芳臭豆腐乳和其他腐乳的区别在于发酵的更加彻底，导致蛋白质分离过程中产生硫化氢，因而会有臭味。清芳腐乳的吃法其实可以和西方的芝士差不多，其中一个美味的吃法就是涂在炸馒头上，拌上葱花等配料一起吃。除了开罐时候的浓烈气味，滋味上也是别有一番的咸香啊！泡过臭卤的臭豆腐以及发酵而成的臭豆腐乳之所以变臭和呈现青黑色，是存在于臭卤和豆子里的赖氨酸在发酵过程中发生反应导致。
动植物中含有赖氨酸，是氨基酸的一种，而赖氨酸在腐败时发生脱羧反应，产生胺和挥发性胺类，例如尸碱，具有臭味。肉类、奶类、蛋类和豆类的赖氨酸含量较高，赖氨酸越多，腐败时产生的臭味就越浓烈，黑便也会越厉害，所以太臭太黑的臭豆腐并不建议吃太多哦。日本的拉丝纳豆大家都非常熟悉，其实也是一种富有营养的独特发酵豆制食品。传统做法是将蒸熟的黄豆用浸泡过100度沸水杀菌消毒的稻草包裹起来，并在一定温度湿度控制下放置发酵。纳豆传统吃法推荐搅拌100次，或直至出现丝状物，再加上酱油或黄芥末，放在白饭上一起食用。也可以配上生鸡蛋、葱花、泡菜、山药泥等混合。发酵过的纳豆比黄豆更有豆子的浓郁味道，口感软绵，稍微有点苦味。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习惯得了纳豆滑溜粘稠的拉丝质感，但是喜欢纳豆的人认为这些粘稠物正是美味的所在，因为产生鲜味的谷氨酸正是这些粘稠物的主要成分。纳豆的发酵主要运用枯草杆菌，本身会散发一种泥土的味道，而大豆蛋白被分解后产生阿摩尼亚和其他有机酸，因而有股刺激性气味。纳豆的味道虽然不是传统美味的味道，但确实是富含营养的保健食品。其中含有的纳豆激酶可以促进纤维蛋白分解，减少血栓几率。各类活性酵素如蛋白酶、淀粉酶、脂酶等，都是促进新陈代谢、调理生理机能的好帮手。黄豆作为富含植物蛋白质的作物，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被制成各式各样的豆类制品。而发酵过的大豆类食物，在保持了大豆所有的营养物质外，更是令原本存在于黄豆中影响消化吸收的植酸大幅降低，令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物质如铁、锌等矿物质更容易被吸收。发酵豆制品内维生素 B 群含量相当均衡丰富，还多出黄豆原来没有的 B12 和维生素 K2。大豆异黄酮的总含量也随着发酵的过程大大提高。发酵大豆制品富含各类活性酵素和益生菌，能够保持肠道健康平衡，更是因为谷氨酸含量高的原因，闻起来有特殊的鲜香味，可以大大刺激食欲，深深地俘虏了喜爱吃豆制品民族人民的胃和心。来到豆类发酵食物介绍的最后一样，是同样来自北京的经典小吃，外地人心中堪称为夺魂孟婆汤的豆汁儿。豆汁是由绿豆浆发酵而成的饮品，由于北京的冬天蔬果缺乏，而经过发酵的豆汁含有大量乳酸菌，因此成为了大部分老北京用来健脾开胃的每日必需品。对于外地人只知道豆汁闻起来馊臭馊臭的，但其实你知道豆汁有分生豆汁和熟豆汁，风味上也有轻发酵和重发酵这些小学问吗？豆汁的制成，首先要把绿豆泡软并打成绿豆浆，把绿豆渣过滤，剩下的豆浆静置沉淀，分离成豆浆液和沉底的淀粉。分离淀粉后的上层豆浆便可倒入容器中进行发酵，时间需要根据季节、温度、湿度等条件而定，一般是48到72小时。当豆汁的味道酸味醇厚，略带甘甜回味，有微微的馊臭味，那么这就是处于轻发酵阶段。喜欢重口的，想味道更浓烈更酸的，可以让豆汁再发酵几个小时，进入重发酵阶段，甜味会渐渐被酸味和馊臭味取代，然后就要停止发酵过程了。注意发酵的时间不能过长，否则豆汁就真的是馊了。有兴趣的喵喵们可以看看喵屋的上一期视频，里面有详细解释关于发酵的原理以及发酵与腐败的区别。轻发酵的豆汁颜色灰黄，酸味轻，馊味淡；重发酵的豆汁颜色灰绿，酸味重，馊味也重。发酵好的豆汁可以保留上层的汁水，留在下次作为引子，让下次的发酵时间缩短。
汁水下边颜色略深、质地浓稠的物质就是生豆汁。资深的老北京不单只喜爱喝煮熟的豆汁，还更爱这个凉凉的、馊味更重的生豆汁。据闻夏天喝是十分下火，是排队也要买到的清凉饮料。但是作为没喝过豆汁的喵喵们，如果想要尝试，还是乖乖的去喝煮过的熟豆汁吧。在熬豆汁过程中，醇类物质会挥发掉，所以熟豆汁的味道会淡一些，口感也浓稠些。熬豆汁也要一直用文火熬，保持豆汁属于即将开锅但不能开锅的状态，熬出来的才是一碗不易分成的好豆汁哦。那么现在掌握了喝豆汁的要领，下次有机会去北京，就来一份豆汁儿配焦圈，来感受一下老北京们的快乐吧。作为一名精打细算的喵喵，把刚才提到的打绿豆浆后剩下的绿豆渣，经过适当发酵以后，用羊油配上香料炒上，就又是一道香喷喷的北京家常菜麻豆腐啦。说完这么多种臭臭豆类发酵制品，有多少种是你已经尝试过，甚至是十分喜爱的呢？听完介绍后，你是觉得怕怕了，还是仍然觉得就是爱吃呢？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下一期视频，小屋、小琪和阿苗将会继续介绍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的臭臭美食知识哦。肯定有不少喵喵是知识的狂热爱好者吧？那就千万不要错过咯。喵，下期见。常说的大豆，你知道指的是哪几种豆子吗？黄大豆、青大豆、黑大豆、白大豆都是大豆的种类，都富含植物性蛋白质。黑豆每100克的蛋白质含量为37克，甚至比黄豆的35.6克还要高呢。大豆家族中，毛豆、黑豆、黄豆都是优质的蛋白质食物来源，也都经常被作为豆腐和豆浆等豆制品哦。